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扰？明明身体检查显示一切正常，心电图也没问题，可你却常常莫名心慌，夜里辗转难眠，白天还时不时腿抽筋，各项检查数据都在标准范围，医生也找不出明显的毛病，可症状就是挥之不去。难道真的是压力太大，想太多吗？还是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原因正悄悄在体内作祟？事实上，答案可能很简单，医师提醒你可能严重缺镁了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感到意外，缺镁，镁只是个微量矿物质，真的能引发这么大的麻烦吗？别小看了这不起眼的元素，镁对人体的重要性超乎你的想象，被称为隐形的健康推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镁参与了体内数百种生化反应，是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关键角色之一。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，镁就好比润滑油，虽然平时看不见它的存在，但一旦缺少，机器的各个部件就会开始摩擦、生锈、运转不顺，问题随之而来。换句话说，镁就像默默守护我们健康的幕后工程，一旦它不足，各种隐疾便会浮现。其实，医学界早就指出，镁是心脏的稳定器、骨骼的最佳拍档，以及神经的天然镇静剂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广告词，但背后有着科学依据。我们先来看看心脏。心脏的正常搏动需要依赖电解质平衡，其中就包括镁离子。镁能帮助心肌细胞维持正常的电讯号传导，避免心率过快或不规则。当镁充足时，我们的心跳节律稳定而有力，而当镁不足，心脏可能会变得焦躁不安，出现心悸、心跳忽快忽慢等现象。难怪镁被誉为心脏的稳定器，因为它能给予心脏镇定的力量。除了心脏，镁对骨骼的重要性也常被忽略。大家都知道骨骼需要钙质，但其实镁也是骨骼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体内大约一半的镁都储存在骨骼中，镁帮助维持骨质密度，协助钙沉积到骨头里。如果缺镁，即使钙补得再多，骨头也难以充分利用，长期下来可能导致骨质疏松。所以说，镁是骨骼的最佳拍档，两者合作才能打造出坚固的骨架。至于神经系统，镁更是扮演着天然镇静剂的角色。镁离子能够抑制神经过度兴奋，促进神经传导的稳定。大脑中有一种让人放松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叫做 GABA， 镁有助于 GABA 作用，让我们的神经踩刹车。简单说，有镁在，神经就不会无故紧绷。反之，缺镁时，人体交感神经容易处于亢奋状态，让人紧张、焦虑，难以入睡。难怪有人称镁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镇定剂。它虽然没有药物那么立竿见影，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时刻安抚着我们的神经。了解了镁的三大守护作用，再回头看看开头提到的那些困扰，心慌、失眠、抽筋，现在是否恍然大悟？当身体缺镁时，心脏失去了稳定器，跳动自然可能乱了节奏，出现心悸或不规则的心跳，神经失去了镇静剂，人就容易焦躁不安，晚上难以入眠。肌肉缺乏足够的镁去帮助放松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收缩痉挛，导致抽筋。更棘手的是，这些症状往往很模糊，容易被误以为是压力大或疲劳所致。一般人甚至一般医师一时间都不容易联想到是缺镁在作祟。更隐藏的地方在于，传统的健康检查不一定能发现缺镁问题。体内的镁主要存在于细胞内和骨骼中，血液中的镁只占总量的 1% 左右，而且身体会极力维持血镁的恒定。因此，就算身体其实缺镁，抽血检查的血清镁值可能依然落在正常范围内，让人误以为不缺。这就像水库储水量不足，但水龙头里暂时还有水流出。你以为水源无虞，其实危机已经潜伏，所以缺镁常被称作隐性缺乏，不容易被直接察觉。有营养调查显示，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每日镁摄取量未达标准，在某些国家甚至超过一半的成年人镁摄入不足。难怪有人说缺镁是现代社会的隐形流行病，在不知不觉间侵蚀着我们的健康。如果你有上述莫名的不适，不妨怀疑一下，会不会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镁出了问题。那么究竟哪些人比较容易缺镁呢？
总的来说，现代生活方式让相当多的人处在缺镁的边缘，但有几类高风险族群特别值得留意。首先是饮食不均衡，爱吃精致饮食的人，如果你平时爱吃白米饭、精白面条、甜点零食，而蔬菜豆类摄取不足，就可能缺镁。因为镁广泛存在于全谷类、坚果和深绿色蔬菜中，但经过高度加工的精致食品，例如白米、白面粉，在加工过程中已失去了大部分镁。长期吃这些缺镁的食物，身体得不到足够镁，自然容易出现问题。第二是压力大，嗜好咖啡和酒精的人，压力会提高，体内压力荷尔蒙间接增加镁的消耗，而咖啡因和酒精都有利尿作用，会促使镁从尿液流失。如果你每天喝好几杯咖啡，经常熬夜加班，又时常小酌或应酬，那你的镁很可能正悄悄流失。这类人就算饮食尚可，也可能因为代谢流失过快而缺镁。第三是中老年人和某些慢性病患者，随着年龄增加，人体对营养的吸收效率下降，肾脏保留镁的能力也降低，因此老年人较容易发生缺镁。一些调查发现，老年人的膳食镁摄取量普遍低于年轻族群，再加上疾病含药物因素，使得长者成为缺镁高危族群。另外，有些慢性疾病也会影响镁平衡，例如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高，常常尿多，镁也跟着流失。甲状腺机能亢进或长期腹泻者，体内电解质紊乱也会导致镁不足。再者，许多中老年人服用利尿剂或制酸剂，这些药物可能干扰镁地吸收或加速镁排出，导致体内镁含量不足。第四是特殊生理状态的人群，例如孕妇。怀孕期间胎儿生长需要大量营养，孕妈本身也容易抽筋，部分原因就是孕期对镁的需求升高。如果饮食没有跟上，孕妇很容易出现缺镁，严重时可能影响胎儿发育，甚至引发妊娠高血压子癫前症。幸好多数孕妇在产检时会被建议补充钙和镁，孕妈们也要留意均衡营养，多吃坚果杂粮和绿色蔬菜，预防缺镁。以上这几类人都特别需要注意镁的摄取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其中一类，又有心悸、失眠、抽筋的情况，那么缺镁的可能性就更高，要提高警觉，主动调整饮食或咨询医生的建议。接下来不妨分享一个真实的病例故事，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缺镁的威力。有一位40多岁的女士，过去半年来经常无故感到心悸心慌，夜里总是睡不好，双腿还时不时抽筋。她起初以为是工作压力造成的，尝试早睡、按摩放松，但情况没有改善。有几次半夜心慌严重时，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心脏病发作，匆匆赶去医院急诊。可每次检查结果都显示心脏并无大碍，这让她既松一口气，又更加困惑焦虑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她能清楚感觉心跳砰砰直跳，脑中胡思乱想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白天工作时忽然小腿抽筋，她也纳闷，我有补钙啊，怎么还会抽筋？如此反复，她的情绪被折磨得很疲惫。她跑了心脏科、神经科，做了各种检查，结果都显示正常。医生一度怀疑是更年期前兆或自律神经失调，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的药物，但效果不明显。直到有一次，一位熟悉营养学的内科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他平时极度挑食，不爱吃蔬菜和豆类，水果也很少碰，最爱的是精致的糕点和含糖饮料。医生立刻怀疑他可能缺镁，建议验一下体内镁含量。后来的检查证实他红血球内的镁偏低，于是在医生指导下，他开始口服适量的镁偏补充剂，并大幅调整饮食习惯，每天强迫自己吃一盘深色叶菜，坚果当零食，精白米饭改成糙米饭或杂粮粥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短短1个月后，他明显感觉白天再也不会突然心慌了，夜里也能较快入睡，一觉到天亮。而烦人的腿部抽筋也几乎没有再发作。这样的转变令他又惊又喜，原来困扰自己那么久的问题，竟然是因为身体缺了一种矿物质。这位女士感叹道，早知道这样，真该早点重视饮食，补足镁啊。从此之后，她逢人便分享自己的经历，提醒大家别忽视饮食中的镁，要相信身体发出的信号。
缺镁不仅会带来不适，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，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严重缺镁时，人体可能出现危险状况，例如重度低镁会引起持续的肌肉抽搐、手脚麻木，甚或癫痫样的全身痉挛。对心脏而言，缺镁大大增加心律不整的风险。一些致命性的心律失常，例如心室颤动，常与血镁过低有关。临床上就有案例显示，某些难治的心律问题在补镁后明显好转，可见镁对心脏电活动有多重要。此外，镁与血压和血管健康密切相关，镁不足时，血管无法有效放松，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这是高血压的一个隐秘推手。如果一个高血压患者同时缺镁，他的血压往往更难控制。相反，适当补镁有助于血压管理。镁还能调节钙离子的分布，当镁不足时，细胞内钙离子可能堆积过多，导致血管平滑肌过度收缩和血管壁钙化硬化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代人热衷补钙，却往往忽略了镁的重要。其实钙和镁就像硬币的两面，必须协调合作。镁帮助钙沉着在骨骼中，同时防止钙离子在软组织中异常堆积。若是一味大量补钙而镁跟不上，不仅骨头得不到足够帮助，多余的钙还可能跑到血管壁和器官中，造成钙化硬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钙片中会额外添加镁，就是希望两者比例适当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因此，维持钙镁平衡对于骨骼和心血管健康都至关重要。更有甚者，研究发现缺镁和慢性发炎之间存在联系。镁不足的人，其体内发炎指标往往偏高，这意味着缺镁可能使身体处于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，为糖尿病、骨质疏松，甚至某些癌症等慢性疾病埋下风险。比方说，骨骼中如果镁含量长期不足，骨质会渐渐疏松，又或者胰岛素需要镁协助才能有效工作，缺镁可能干扰血糖控制。可以说，镁就像身体里许多关键反应的催化剂和调节者，一旦长期缺乏，各个系统都会受到牵连。然而，好消息是，多数缺镁导致的症状在早期都可以逆转，只要及时意识到问题并补足镁，我们就能将身体从亚健康的状态拉回正常。认清这个隐形杀手后，我们当然要主动出击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既然找出了真凶，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，与其一开始就依赖药物，不如先从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下手，把失去的镁补回来。大自然其实早已提供了丰富的镁来源，一些常见的食物就是天然的补镁高手。更棒的是，这些食物不仅能补镁，往往还富含其他有益心脏和神经的营养素，可谓一举多得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3种护心食物，它们被誉为天然稳定剂，每天吃一点，帮助你稳定心神，远离缺镁困扰。首先要介绍的是深绿色叶菜类，其中的明星代表就是菠菜。俗话说，日日蔬菜青绿，健康不离不弃。深绿色的蔬菜之所以营养丰富，其中一个秘密就是镁含量高。以菠菜为例，每100克菠菜含有约140毫克的镁，是蔬菜中镁含量的王者之一。为什么深绿色蔬菜富含镁呢？这和植物的叶绿素有关。叶绿素分子中央正是镁离子，绿叶菜的翠绿其实就代表着镁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越是翠绿的菜，镁含量往往越高。吃菠菜对心脏和神经有什么好处？首先，菠菜富含镁和钾，这2种矿物质搭档可以帮助血管舒张，降低血压，减轻心脏负担。许多研究发现，高蔬菜饮食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，其中一个原因正是蔬菜提供了充足的镁与钾。对经常心悸的人来说，多吃菠菜等富含镁的叶菜，有助于稳定心跳节律，减少心脏无缘无故乱跳的机会。其次，菠菜里的镁和维生素 B 族也有助于神经放松。晚上如果失眠，不妨在晚餐来一盘清炒菠菜或菠菜蛋花汤。摄取镁有助于提高大脑中的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你较容易进入梦乡。难怪有人笑称菠菜是安眠菜，虽然说法逗趣，但也道出了其中道理。当然，深绿色蔬菜不止菠菜一种，像台湾人常吃的地瓜叶、
也就是甘薯叶、芥菜、小松菜、羽衣甘蓝等都是镁含量丰富的绿叶菜佳品。不同蔬菜轮流吃，营养更全面。例如今天吃菠菜，明天换成芥蓝或高丽菜苗，都能摄取到镁。同时也不用担心某些蔬菜含草酸会阻碍钙吸收，只要饮食多样化即可平衡影响。总之，每天餐桌上来一大盘青菜，不仅补充镁和钾，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血管健康是全方位的护航。对于缺镁的人来说，一餐一碗绿叶菜汤或一盘炒青菜，就等于给心脏送上一贴天然的稳定剂，让您的心跳节奏更从容。第二种天然稳定剂从零食下手，那就是坚果和种子。别看坚果种子个头小，其实它们蕴藏的营养能量巨大。以杏仁为例，约30克，杏仁所含的镁接近80毫克，几乎占成人每日镁需求量的1/4。而如果说起镁含量的种子选手，南瓜子绝对榜上有名。100克南瓜子仁中的镁含量超过250毫克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克南瓜子，但即使每天吃上几十克坚果零嘴，也能为身体提供可观的镁。坚果如何护心呢？首先，坚果富含镁，可以直接补足心脏稳定跳动所需。此外，坚果里的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坏胆固醇，有益血管健康，间接减轻心脏负担。坚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多酚抗氧化物质，可减少体内慢性发炎。多项研究显示，适量吃坚果的人，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。想想地中海饮食被公认为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，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每天摄取一小把坚果，可见其价值。另外，镁对改善睡眠和情绪也有帮助，所以吃坚果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心神。很多人睡前会喝杯温牛奶配几粒核桃或杏仁，这可是帮助入睡的小秘方。牛奶里的色氨酸与坚果里的镁携手合作，让大脑放松，更容易进入梦乡。对于经常抽筋的人，坚果中的镁和钙也能减少神经肌肉的异常兴奋。当然，享用坚果也要适量，坚果热量较高，每日一小把就足够了，不必过量，以免摄取过多热量。吃坚果最好选择原味或低盐的，这样才能既补充镁，又不会摄入过多钠。平时你也可以把坚果融入正餐，比如在凉拌菜里撒些花生碎或芝麻，或在炖菜出锅前撒，把腰果增香，既提升了风味，也增加了镁含量。传统中医食疗中，黑芝麻、核桃等都被认为有补肾健脑的作用，这里头恐怕就有镁的一份功劳。下午感到疲惫时，不妨抓一把混合坚果当健康零食，搭配一杯温茶或优酪乳，既提神又补充镁，一举两得。对心脏而言，这些天然的护心零食犹如贴身保镖，源源不绝地提供稳定能量，维持心跳的平稳与强劲。第三种护心食物是全谷杂粮与豆类。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往往决定了大部分矿物质的摄取来源。如果长期以精白米、白面包为主食，镁地摄入就容易不足。因此，不妨以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等全谷类来替代部分精制淀粉。以糙米为例，一碗糙米饭的镁含量远高于一碗白米饭，因为糙米保留了米糠和胚芽，其中就富含镁、钾和维生素 B 等营养，而白米在碾磨过程中，这些营养几乎都被抛弃，只剩下碳水热量。很多长辈可能不太习惯糙米略粗的口感，我建议可以采取渐进式方法，例如先在白米中掺入 20% 的糙米，煮出来的饭口感变化不大，等习惯后再逐渐增加糙米比例，让味蕾慢慢适应。除了米饭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杂粮可选择，燕麦片就是很好的早餐。一碗香浓的燕麦粥能提供丰富的纤维和镁，给你一早满满的饱足和营养。如果吃腻了燕麦，还可以尝试荞麦，例如用荞麦制成荞麦面、玉米散粥或薏仁饭，这些粗粮都含有一定量的镁和钾，搭配细致的主食一起吃，可以均衡口感与营养。谈到杂粮，就不能不提豆类，黄豆、黑豆、红豆、绿豆等各种豆子都是镁的宝库，它们同时富含植物蛋白和纤维，是替代部分红肉的健康蛋白来源。
比如黄豆制成的豆腐，不仅含钙，也含有不少镁，是老人家补钙补镁的一大法宝。又比如早餐来一杯无糖豆浆，搭配全麦三明治，就是补钙镁的绝佳组合。以往有人误解吃大豆制品不好，其实适量吃对心脏大有益处。豆类中的镁与钾有助于血压控制，大豆异黄酮等植物成分还能改善血管弹性。经常吃豆类和全谷的人，通常肠道健康，血糖稳定，心血管风险也较低。日常饮食中，我们可以善用这些食材，例如每周几天用杂粮饭取代白米饭，或者在煮粥时加入红豆、燕麦等熬成五谷粥。平时炖汤时放一把花生或黄豆，做菜时来一道毛豆、玉米、红萝卜粒搭配的三色豆炒菜，都能无形中增加镁的摄取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五谷杂粮，其实是稳定身心的能量粮食。当你享用它们时，你的心脏和神经也在悄悄地说，谢谢你的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镁不仅在日常营养中重要，在临床医学上也是个多面手。医院里常用的硫酸镁就是镁的化合物，被用来应对多种急症。举例来说，孕妇出现子癫前症，也就是妊娠高血压引发严重抽搐的危急状况时，医生会紧急使用硫酸镁静脉点滴，以预防抽搐并保护母婴安全。重症气喘发作时，硫酸镁静脉注射能帮助气管扩张，缓解患者呼吸困难。某些危险的心律不整，例如特殊类型的心室频脉，急救时医生也会注射镁剂来稳定心率。这些医疗应用都凸显了镁对神经、肌肉和心脏的强大调节作用。换言之，我们平常饮食中补镁，其实就是在为身体进行一种预防性的治疗，提前避免那些必须上医院急救的状况发生。其实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能见到镁的踪影。比如，有人喜欢泡热水澡时加一杯泻盐，也就是英文俗称的 Epsom salt。泻盐的主要成分正是硫酸镁。据说，在温水中加入富含镁的泻盐泡澡，镁离子可经由皮肤吸收一些，能放松肌肉，舒缓疲劳。当然，每个人体验可能不同，但许多人仍乐此不疲。再比如，老一辈常用的制酸剂胃乳，也就是氢氧化镁旋液，就是利用镁来中和过多的胃酸，同时因为镁盐有软便作用，也能顺便解决便秘问题。可以说，从头到脚，镁在医疗上的应用广泛又重要。我们了解这些，也能更加放心地善用日常食补镁，因为这正是顺应身体需要的做法。当然，除了多吃富含镁的食物，调整生活习惯也有助于保持体内镁的平衡。比如刚才提到的，要节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取，别让它们带走你体内宝贵的镁。学会给自己减压，压力大时可以通过运动、冥想、泡温水澡等方式放松身心，避免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而消耗过多的镁。保持充足的睡眠也很关键，睡眠时身体进行修复，这有助于电解质平衡。饮食上除了补镁，也要注意少吃过咸过甜的食物。高钠饮食会增加电解质流失，也间接影响镁的平衡。高糖饮食则可能干扰镁的代谢利用。总之，清淡均衡的饮食、规律的生活作息是维持矿物质平衡的基础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怀疑自己缺镁较为严重，单靠食补难以及时改善，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使用镁补充剂。市面上有各种形式的镁制剂，如柠檬酸镁、甘氨酸镁等，这些有机镁盐相对容易吸收且温和，但一定要遵循专业建议，切勿自行大量服用。因为镁剂摄入过量可能引起腹泻、低血压，甚至严重的心律问题，特别是对肾功能不全者更是危险。好在透过食物摄取，镁通常不会过量，身体会自动调节，所以原则上还是以均衡饮食为主，必要时再辅以适量补充剂，双管齐下，效果最佳。顺带一提，成人男性每日建议镁摄取量约400毫克，女性约300毫克。听起来不少，但透过3餐其实不难达成。例如，早餐1碗燕麦粥约含50毫克镁，加上1根香蕉又提供约30毫克。中餐来份豆腐炒菠菜，可轻松取得超过150毫克镁。下午抓一小把杏仁或南瓜子，加进约50毫克镁。晚餐吃1碗糙米饭，提供约50毫克。
再配一盘深色叶菜，又是50毫克左右。这样粗略一算，一天下来镁的摄取量就差不多足够了。有了均衡的饮食基础，加上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便不容易陷入缺镁的陷阱。谈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镁虽然低调，却是维系健康不可或缺的要角。它就像人体内默默维持秩序的技术员，让心脏按正常频率跳动，让神经适时放松，让肌肉劳动后能顺利恢复。如果说健康是一场交响乐，镁就是那位在后台校准乐器、维持节奏的隐形指挥。一旦这位指挥缺席，各种走音和混乱就会出现，身体各系统开始发出警报。追溯过去，我们的祖辈日常饮食中，粗粮杂菜是主角。那个年代缺镁并不多见，而现代生活的富足反而带来新的隐忧。我们吃得精致，讲究口感，却无意中丢掉了许多镁。所幸只要我们愿意，完全可以透过改善饮食，把这遗失的营养找回来。很多时候，保护健康不仅在于少盐少油，还在于多吃富含镁和钾的天然食物。当我们主动给身体所需，身体也会回报以更好的状态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心慌、失眠、常抽筋却查不出原因，也许真的不是无缘无故，你的身体可能正透过这些小警讯在喊话：主人，我缺镁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揭开了这个秘密，千万别再忽视它。透过均衡营养，多吃我们介绍的这些护心食物，给身体补足镁，你或许会发现，短短几周内，那些困扰许久的心悸、抽筋慢慢减轻，夜晚也变得更加安稳。健康管理其实往往就是这样，一些看似平凡的小习惯、小营养，却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。我们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推给镁，但不可否认，在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下，补足镁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。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从今天开始检视一下餐桌，为心脏和身体准备一份富含镁的盛宴呢？也许你很快就能体会到那种身心被重新调教的稳定与轻松。最后想提醒大家，别再让隐形的缺镁拖垮你的生活品质，现在就行动吧，多给身体一点镁的滋养，让那颗疲惫不安的心脏重新恢复镇定的节奏，让每一夜都睡得安稳香甜，让双腿不再突如其来的抗议。当你照顾好体内这位稳定大师镁，它也将回馈给你一个更平衡、更健康的自己。记住，健康的秘密有时候就藏在餐桌上，而镁正是那把能够锁住心神安稳的钥匙。现在就开始为你的身体补足镁的能量吧。